俗话说，世间一切都逃不过天理，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机缘巧合，有缘人，这是一个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。人的命运不看面相，不看风水，只看因果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由有形与无形所构建的世界里，只有清楚宇宙运行的规则，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今天这个视频建议你耐心看完，也许能解开你心中的种种疑惑。一天，你开车赶着去会见重要客户，路上看到一对年老夫妇的汽车爆胎了，你因为赶时间不想管，但又觉得必须管，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轮胎。你把轮胎换好了，老人家想付你一笔钱表示感谢，你婉拒了老人家，祝他们好运，然后你继续上路。当你赶到约会地点，却发现客户比你来得还晚，而且客户很爽快的就和你签了协议。你会不会觉得很走运呢？这不是运气，这是宇宙法则。在这个世上，有一样东西不可逃避，我们称之为因果。何谓因果？其实就是物理学当中的因果定律。你有什么条件，那你就会推演出什么结果，就跟你推算一个公式一样，所有的数据都是你的因，而所得出的公式就是你的果。物理学当中存在因果定律，而我们的人生也存在着因果定律。你做什么事儿，那你就会面临什么结果。选择也是因果的一部分，你是选择不读书，还是选择读大学深造，未来的走向终究是不一样的。年轻人要寻找一个爱侣，他的因就是他自身的条件，缘分也好，房子和车子也罢，缺一不可。后来他的爱侣是谁，对他又产生了什么影响，这就是果。简而言之，人这一生就是一个物理学的公式，而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就是推导开来的果。民间有句俗话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六名七香八敬神，九教贵人十养生。这一个人的命运其实跟无数的人与事儿有关，尤其是你的运气，你所遇到的贵人，你所碰到的机会，都是你所无法强求的。曾经有两兄弟都从农村来到广州打拼，10年之后，大哥留在了广州，也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在此地扎根下来了，而二弟就只能无奈地回到农村。深究过这两人的经历，我才发现大哥一路上都碰到赏识他的贵人，那他也就顺利地上去了。而二弟别说遇不到贵人了，而且所遇到的都是小人，那他又能怎么办呢？曾仕强教授说过，能不能遇到贵人，那是要讲缘分的。缘分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网络，虽然它若隐若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但我们依旧无法改变缘分的指引。他想怎么指引我们，那他自由选择。在《马说》中，韩愈说过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
偏死于曹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。大致意思是，能遇到伯乐的千里马太少了，有太多的千里马只能在马槽中卑微的老去，所以他们也就被埋没了，被人赏识。那是你的好运，也是你的缘分，而不被人赏识，那也是你的命数了。常言道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欲收他日之良果，必种今日之好因。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因果，大海的潮起潮落，人生的跌宕起伏，月的阴晴圆缺，人的悲欢离合，善恶福祸，得失荣辱，有果必有因，有因也必有果。正所谓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一句话道出了人世间多少世俗利害。大多数人只顾眼前利益，不顾长远打算，只注重结果好坏，不在乎缘由起因。而有智慧的高人则很重视原因，深知因果定律，所以言行举止都很谨慎，唯恐行差踏错就会落入吃苦果的境地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最需要我们注意的因果法则。一、怨天尤人会带来灾祸。人生有八苦，苦苦不尽相同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养成了抱怨的习惯，殊不知怨天尤人的危害，因果很重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。身边有一个厨师朋友，开了一家饭店，他经常抱怨，现在生意真难做，这条街开了好多饭店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现在的上班族也越来越穷，一个月也下不了几次馆子。最近天气又冷，出门的人就更少了，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饭店刚开业的时候，他抱怨过，这条街没有几家饭店，只有我们一家，没有人会专门过来吃饭，接下来很难做了。只有他一家饭店的时候，他抱怨门店太少，生意不好做，门店多起来了，他又抱怨竞争压力大，还是不好做。最后没开多长时间，他就无奈关门了。后来又开了几间门店，也是没开多久就开不下去了，因为他从未停止过抱怨。事实上，有很多餐厅开在偏僻的巷弄里，照样高朋满座。如果你做得够好，总有人不远千里而来。当我们开始怨天尤人，整日怨这怨那，就会渐渐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带着抱怨前进，事情怎么能做成功呢？曾国藩曾写下至理名言：盖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因为一时的不走运，埋怨上天，上天会给你更多的苦头吃。遇到事情挑剔埋怨别人，别人就会心生不满。怨天尤人是一件很傻的事，智者从不为苦而抱怨，愚者总在抱怨生活苦。苦难已经发生，抱怨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如果你研读马云的人生，在前37年里，他的人生就充斥着2个字：失败。
37岁之后，他突然飞黄腾达了。秘诀就是4个字：永不抱怨。他说，我20-30岁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抱怨过，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地位，我为什么应聘30几份工作没有一份录取我。但抱怨有什么用？他很早就明白了，寻找未来比怨天尤人更重要。比尔盖茨是一天24小时，普通人也是一天24小时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。这世上谁的人生不是充满了苦难呢？人生之路虽然难走，但只要过了，便是一片坦途。谨记，怨天尤人会给你带来灾祸。当升起了抱怨的念头，记得要立即警觉，不要受这样负面的情绪所支配。2. 知足常乐是安心之法。老子有云：祸莫大于不知足，救莫大于欲得。人生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，最大的过失是贪得的欲望。知足常乐才能带来快乐。明朝的胡九韶家境贫寒，靠耕种为生，仅仅能维持温饱。尽管如此，胡九韶每天吃饭睡觉前都要烧香祭拜，感谢神明的赐予。他的老婆见了，很是不解，我们整天粗茶淡饭，为什么还要感谢神灵呢？他回答，我们生在和平年代，没有战乱，家庭和睦，身体也很健康，这难道还不值得感谢吗？素书中说，急莫急于知足，苦莫苦于多怨。最吉祥的事就是学会知足，最痛苦的事就是欲望太多。一个人懂得满足，心里时常都是快乐的，身体也会随之健康。身心安乐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内心一旦被贪婪打破，生出各种欲望，就会带来很多灾祸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不知足者由廉到贪，倒在了罪恶的泥潭。清朝史上最著名的贪官和珅，在最初为官时精明强干，十分受皇帝重视。乾隆帝将自己的幼女许配给和珅长子，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，而且成为皇亲国戚。随着权力的增长，和珅的欲望也日渐膨胀。他利用职务之便，结党营私，聚敛钱财。嘉庆4年，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。和珅聚敛的财富惊人，所有银两加上各种古玩珠宝，超过了清朝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。乾隆皇帝死后15天，嘉庆帝赐和珅自尽，死的时候年仅49岁。这也让和珅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污吏，从此臭名昭著，永留史册。贪婪往往就是所有祸根的源头。人的物质欲望不能没有止境。古人说，人心不知足，常逢灾与愁。33天上仍要起高楼。一个人贪得无厌，不懂知足，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与痛苦。谨记，人生随遇而安，知足常乐就是幸福。3. 种下什么因，
就得什么果。佛家有云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因果循环，亘古不变。这就像是在空谷中一发生，立即有回响，对着空谷喊我喜欢你，空谷回应的一定是也我喜欢你，绝不是我讨厌你。因此希望得到什么结果，就应种什么因。善良之人必有福报。相传康熙皇帝得过一种怪病，浑身发痒，便提起红点子。宫中御医用遍了各种名贵药材，都不见病情好转。康熙一怒之下，便不再用药。这天，康熙独自微服出宫，遇到一个小郎中。小郎中给康熙开了药，是用大黄浸泡5天。康熙心想，宫中那么多名医都治不好的病，这最简单的大黄能治好吗？郎中看康熙面露疑惑，便说：你先拿回去用，如果治不好，我分文不收。康熙用过之后，果然没几次就好了。再次来到药铺向郎中道谢，要给郎中报酬，但是郎中还是分文不收。他对康熙说：我看您气宇非凡，只是想交个朋友而已。康熙大笑：以你超高的医术，我可以力荐你进宫当御医，到时候就飞黄腾达，不用守着这小小的药铺，也不用过得这么清贫了。郎中说：兄长，医者应为普天下百姓着想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进皇宫当御医，尽管享尽荣华富贵，可不能为天下老百姓治病，非我所愿。我只想建一个药堂，造福百姓。后来康熙帮助这个郎中建立了一个药堂，名为同仁堂。从此以后，同仁堂这个100年老字号的药房一直流传下来，至今仍兴盛不衰。增广贤文有言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人这一生，只管多做善事，做好当下，福报便会不请自来。谨记，一心善念起，万千福报来。种下善因，才能收获善果。4. 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道德经里有2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：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很有福气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太得意，因为里面已经潜伏了很多祸患。但一个人很沮丧，遭遇困境的时候，也不要太失意，说不定转机就在不远处。老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福祸相依，2个门在那里，不知道哪个是福，哪个是祸，一脚踩进去之后，才发现糟糕，祸来了，跑都跑不掉。福明明在旁边，为什么不进去，却偏往祸门那里走？这就是我们常讲的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无非自作自受罢了。人类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我们好不容易发明一样东西，那发明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？本来是要帮助我们过好日子的，
结果都变成坏事了。比如，在没有制造出货币以前，我们会拼命去赚钱吗？根本没有钱，还赚什么钱呢？不否认货币是好东西，它作为一种工具，方便了我们的互通有无和商业贸易。但是货币发明以后，不少人很快就变成了货币的奴隶。这种人还算是人吗？我们用的手机本来是很好的，让我们通信方便，可是现在搞得小孩子一天到晚玩，连路都不能轻轻松松地走，好像没有了他就缺了一样东西，就不能生活了。这样的人就变成了手机的奴隶。同样的例子太多了，人变成高楼大厦的奴隶，变成汽车的奴隶，变成所有人类自己后天开发出来的东西的奴隶，这还叫生活吗？所以，当某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，它里面已经潜伏了一个相反的力量在那里。比如水果刚买来时候很鲜美，很香甜，但是放几天之后，它就开始慢慢烂掉了，因为里面已经潜伏了很多细菌，准备把它搞坏。所以外面的变动人力很难掌握，但是你却会受到影响，而且影响相当大。与其自己整天想来想去，倒不如顺其自然，依道而行，尽人事听天命就好了。5. 你是什么，就吸引什么。道德经中讲，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追求道的人，道也会乐于成全他；追求德的人，德也会乐于成全他。有悖于道和德的人，也会失去道和德。人生就是一个磁场，你是什么，就能吸引什么。鲜花能招来蜜蜂蝴蝶，牛粪只能引来蛆虫蚊蝇。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看一个人的人品口碑如何，就看他身边的朋友什么样就能看出来。譬如酒肉朋友多的人，一般比较世俗势利，喜欢钻营算计，擅长拉帮结派。相反，只有2、3个挚友的人，一般成熟坚韧，豁达大度，正派务实。吸引定律的神奇之处就在于，你是谁决定了你遇见谁，得到谁，而你遇见谁又决定你能成为谁。正所谓同频共振，同志相吸。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自然会吸引那些心地美好、积极正能量的人。一个贪婪享受的人，身边肯定都是喜欢吃喝玩乐、放纵欲望的人。你是谁，你专注什么，那么你就会吸引什么。世界上的人、事、物并不是偶然聚集在一起，一定是因为某种内在联系，继而产生牵连吸引，继而产生因果关系。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修身养性呢？就是要好好的修造自己，让自己有一个正向的吸引力。比如你的心念是积极向善的，那么你就能把生活中积极美好的事物吸引到身边。但是如果你的心念是消极丑恶的，那么生活中的各种消极不好的因素
就会聚拢在你身边。所以，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负责，就要好好做自己，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，才能吸引美好，成就美好。6. 善良之人，有事众人邦，有获天惠乎？若说天资聪慧是一种天赋，那么与人为善便是一种选择。孟子一书中曾言：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身为君子，最大的德行修炼，便是能做到行善积德，广积善缘。人生在世，谁也不可能保证自己一路顺风，更不可能完全做到万事不求人。当别人有难时，自己能以善良之心度人，日后也必然会有好的福报。在电视剧《大宅门》中，白家的长子白应元不仅医术高明，为人也十分善良忠厚。某天，他乘车去宫中为嫔妃看病，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因病卧倒在路边的老人，秉承着救死扶伤的医者善心，白应元不顾劝阻，执意救助了这位老人，并为其免费开了药。后来，白应元被他人所害，身受牢狱之灾，原本打算秋后问斩，却被狱中贵人所救，而救他出狱的人，正是那位老人的儿子。正所谓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老天或许对人没有亲疏可言，却一定会眷顾那些心存善念之人。任何善言或善念都不会白白浪费，而一个人所有的善意，皆会得到应有的福报。当你对别人许以善良之时，自己也会变成温暖的光芒，温暖了别人，也照亮了自己。7. 心宽路自宽，心好命就好。心若计较，处处都有怨言；心若放宽，时时都是春天。心宽似海，人生才得以风平浪静。宋朝有一位叫吕蒙正的人，正中进士没几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。他上任时，很多人都不服他，经常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。有一次，一名官员隔着帘子，指着他对别人说道：就他这点资历也配当此要职。吕蒙正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，穿过帘子，从他们身边越了过去。随行的同僚为他鸣不平，正要上前去查看刚才说此话的是何人，却被吕蒙正阻止了。他说如果知道了是谁，便会为此耿耿于怀，何必呢？再说他只是说一说，对我来说并没有损失啊。此事被传扬开来，人们纷纷夸赞吕蒙正宽宏大气。正是因为有着这般的宽容大度，吕蒙正辅佐太宗，巩固了宋初的统治，成为一代名相。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计较多了，快乐就少了，何必太执着？有道是：心宽一寸，路宽一丈。心窄的人，路越走越窄。唯有把心放宽，路才会越走越宽。心若放宽，人生自会豁然开朗，心安身自在，心宽福自来。一个人的命运看似天定，但实际上
所做的每一个行为，后来所碰到的每一件事，身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因果。而人这一生，运气的好坏，看的不过就是善良和宽容。心存善意的人，遇到别人有困难，就伸手帮忙；碰到别人有危险，就挺身而出。凡事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占别人便宜。待人真心实意，从不耍任何心机。这样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被人信任，得人帮助，总会收获到意料之外的好运。心胸宽广的人，大度豁达，不会斤斤计较；待人宽容，不会事事较真，绝不随意挑剔，招惹是非，更不会去记仇，把人怨恨。因为宽容，所以别人愿意主动靠近；因为大度，所以别人愿意交出真心。自己的人缘变得越来越好，身边的贵人也会越来越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，也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取决于你自己。无论生活如何待你，愿你保持善良，与更多美好不期而遇。愿你一生从容，平安顺遂，满心欢喜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种善因得善果。我祝你今生富贵平安，福报无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